来，杨婉容兄妹的父亲杨宇曾与任孝渊是至交好友，两人同为先天，多年相处之下无话不谈，因此也泄露了杨家祖传御龙剑法的存在，引得任孝渊布下杀局。先是引诱杨瑜的弟子反叛，给杨瑜下毒，之后任孝渊亲自出手袭杀杨瑜，但一直到死，杨瑜都没有透露御龙剑法的下落。之后多年，任孝渊暗中监视杨家兄妹，试图寻找御龙剑法的踪迹。但他不知道的是，杨家这部繁琐到极点的剑法，许多年无人修成。杨离与幼年接触后，再也不曾触碰。任孝渊忌惮杨瑜交好的武道强者，也不敢随意暴露身份，耐心等待没有动手，一直等到现在，等到了自己的死期。所以有时候耐心太好也会害死人呢。如果任孝渊早早出手，把杨家兄妹斩草除根，就算找不到御龙剑法的下落，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死在擂台上。复仇得报，婉容感激不尽，请苏先生授小女子一拜。不必如此，但是这报恩若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怎么说也差点意思。苏先生，我们才相识2个月，婉容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你这乱七八糟的什么相许？你看我是这种趁虚而入之人吗？好色也要分时间呐，现在龙象五转才是重中之重。女人只会乱我道心，偶尔浅尝即可，过于沉迷那就是祸害。按族谱记载，200年前，家中确实是出过一位先祖，专修龙象五转，在60岁时修到第4转的境界，留有记载，气血如龙，阔如江海。但那位先祖在修成第4转之后的第3天就死了。修成就死了？不过他也留下了相关手札，记载着许多修行心得，同时也警示后人不得擅自修炼龙香五转。不过我在修炼过程中，确实是一次次不计后果的以气血冲击经脉窍穴。如果不是有灵力镇压，又辅以众多补充气血的赤阳丹，正常人修炼这玩意儿，不是在修炼中爆体而亡，就是耗费气血过多，英年早逝。这么看来，能修成第4转才死，杨家那位先祖也算是天才了。5年，传说中杨家最难的龙象五转，少爷我5年即成。看我10年之内修成第4转，谁还敢说我选错功法？都给我等着！20年，整整20年，我终于跨入第3转，铸成先天。这他娘的龙象五转，不会是先祖写下来骗傻子的吧？不过，以我的天赋，哪怕是迟了一些踏入先天，那也是史上最强先天，宗师之境，触手可及。50年，龙象4转，老夫终于成了4转宗师之境，气血如龙，阔如江海，天下无敌。但也已经50年了。50年苦修，只活了3天的天下无敌，怪不得杨家人后面没人再碰这部功法。这些都是前人血与泪的教训，从此将这部功法束之高阁，最多也只是浅浅修炼第1转的内容，壮大气血，之后的谁都不敢再碰。这部手札记载着大量修炼时的心得，涉及到4转部分的占据70%篇幅，显然在这里耗费的时间精力最多。只是通篇看下来，除了少部分技巧稍微有些辅助作用以外，其他的没有捷径可言。
每日搬运气血刺激窍穴，刺激的多了，不仅会反噬，修炼进度也只是稍微提升一点点，只能依靠时间慢慢去补充。以这位杨家先祖的天赋毅力，都花了30年。我有灵力跟丹药辅助，或许也需要20年。但是对修仙者来说，区区20年就能把体质修炼得更上一层，这简直就是天降机缘。传出去能让无数修仙者抢破头。这门功法极其邪门，基本上每隔一会儿气血就要暴乱。换做其他人，没有灵力镇压，不知道都死了多少遍。这个问题手札里那位杨家先祖也说了，这是正常现象，只要忍耐就没事儿。他究竟是多么天赋异禀，才能承受如此密集的气血暴乱，还能安稳活下来？甚至给他修炼到第4转才死，不愧是数百年来修成第4转的第一人。不过这里面倒是藏着一个小秘密，玉龙剑法与龙象五转竟是同源，先修成龙象五转，再修玉龙剑法，就是水到渠成，基本上不会有太多阻力。反过来应该也是这样。玉龙剑法可催发剑气扰乱气血，隔空10丈杀敌，曾有以先天抗衡宗师的战绩，但修仙者的手段动辄都是数百丈，这点距离优势荡然无存。扰乱气血的能力更是鸡肋，只能干扰气血，对灵力全然无效。苏先生，这部清月剑是我杨家祖传的3部地级功法之一，也是当初我父亲带去长宁城建立清月武馆的镇门功法，在任老贼的宅邸密室中找出来。清月剑，我们杨家祖上据说是前朝刺客，掌握了不少刺杀之法，不过传到现在也只剩这部地阶功法清月剑。专注运养气血，平时隐蔽性极强，匿于周身，等到与人厮杀之时骤然爆发，攻其不备，一击致命。这部剑法后天到先天进度迅猛，且威力极大，但据说在先天突破宗师时极其凶险，因此任老贼夺了此法，才没有贸然修炼。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杨瑜身死，杨家衰落，全都是任孝渊这位杨瑜的至交好友亲手策划。功法害人呐！不过这部剑法倒是挺有意思的，其余5道功法再如何强悍，终究只是仙道的垫脚石而已，除了能提升体质，毫无用处。这部剑法却不一样，虽然只有一击之力，但威力强大，关键时刻或许还能起到一些作用。我一身气血除了拿来提升体质，没有任何用处，但这个至少还能多一张牌。我要闭关一段时间，若是大禅寺来人，你不要硬拼，先躲一躲，等我回来就是。能带上我吗？我很快就会回来。修仙之道，女人只会乱了我的心。大宋世界灵气稀薄，龙象五转清月剑每天需要修炼的时长都不多，与其在这里白白浪费，还不如在修仙界那边兼修长春宫，毕竟仙道才是康庄大道。我走之后，你让云溪那3家转告大禅寺，如果想要报复，尽管等我回来。龙象五转的出现，意味着养生宫还有许多挖掘的空间。杨婉容收拢了任孝渊的产业，执掌天刹武馆，建立一个势力也是迟早的事情。依靠我自己一个人满世界去收集功法不现实，若是能依靠一个势力，许多事情都会变得简单许多。龙象五转已经小成，地阶下品的体质让我的修炼效率又提升了一大截。
10天时间就往前跨进了一步，距离炼气圆满的顶点越来越近了。只可惜这里的聚灵阵品阶太低，难以满足地阶体质的修炼效果，还是需要早日离开苍岭，换一个地方继续修行。我半个月前已经联络了几个计划离开苍灵镇的商队，准备从中挑选适合的队伍加入其中，抱团越过充斥危险的荒野，抵达更加繁华的修仙城市。虽然在苍灵镇待了3年，但还是摸不清这座城镇藏在阴影之中的水有多深。背后那些仙道宗门，可是有许多人天天盯着这里，绝大部分事情都难以逃过他们的眼睛。哪怕私底下跟小狐狸的交易，倒卖妖兽肉，恐怕也是瞒不过他们。只不过几千灵石对这些高层次修士而言不算什么，所以才能一直容忍我到现在。但如果暴露了改善体质的法门，这些筑基甚至金丹强者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所以离开苍灵之时，势在必行。客官，请问是单点还是赴约？赴约7号间。仙道傀儡，修仙者高高在上，许多杂物都懒得自己动手。而西南边陲这种地方又极少有凡人生活，只有傀儡适合干这些琐事。只不过这些傀儡的价格昂贵，鲜少有人能用得起。我们江氏商行的队伍中会有3位筑基大修坐镇，预计出发时间是50天后，中途不会在任何区域停留，直达南明城，所以费用会比其他家更高一些。3位筑基修士坐镇，对于距离有3000里的南明城而言，中途就算会遇到一些妖兽袭击，但只要不偏离主干道，大概率也没什么风险。请问江道友，最终单人的费用是多少？以及整个行程的时间预估是多久？80枚灵石，这个价格比起其他队伍应该是高了一些，但我们配备3位筑基修士，应该值得这个价位，并且如果没有意外，大概在5天内可以抵达。平均日行600里，按照修仙者的速度来说，不算太快。毕竟有合适的法器辅助，炼气后期修士1天都能跑700-800里，有筑基修士御气，那速度更快。但实际路程不能这么估算，还要考虑绕开各种强大妖兽盘踞的地方，还有一些天然禁区，3000里并非是直线抵达。修仙界的每一个聚居点之间都有极其辽阔的荒野地带，中间残存着许多被修仙者们清理后留下的禁地，或许是某些强大妖兽的活跃区域，又或是一些地脉裂口、古代遗迹等蕴藏凶险杀机之地。对于底层修士而言，能绕开肯定是绕开比较好，但也只有这些时常来往于各座城镇的商队，他们手上才掌握着成熟路线。好，这个价格我接受，定金18枚灵石，我就先付了。苏道友果然爽快，哼，如果不是商队正好空出几个位置，我们也不会对外招人，所以这趟行程苏道友尽管放心，我江氏商行办事讲究信誉。不过还要过几天才能给道友答复，还有一些手续要走，这几天时间，道友也可以留意一下拍卖会。那我就等江道友的消息了。拍卖会这种东西在苍灵镇不算稀罕，平均每个月都会有1-2场，但值得被特意提出来的，或许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至于所谓的手续，无非就是查一查我的底细，免得混入一些乱七八糟的人，或者干脆就是魔道修士的卧底之类。八方馆，苍灵镇平日里举办活动的现场，承接所有修士寄卖物品，也会挑选出其中价值不明确的物品开设拍卖会。让我看看有什么好东西。筑基丹10枚，
古代修士都是依靠自身天赋强行筑基，但世上天才就那么几个，其余人卡在炼气境界不得寸进，直到有精彩绝艳之士发明筑基丹，之后才大力推动整个修仙界发展。但一直到现在，筑基丹都是极其珍贵之物，大部分都掌握在仙道宗门手里。不入宗门，想要拿到筑基丹极其艰难，鲜少有流传到外界的。每一枚的现身都会引得众多修士争抢，而现在是10枚，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啊！按照拍卖会的信息公示，这批10枚筑基丹都是从莲火宗内部流出，是莲火宗某位长老更改丹方之后的创新产品。虽然已经试验过具备筑基功效，但可能存在某些隐患，所以才放出来让散修们竞拍购买。若是出现问题反馈后，莲火宗还会给予适当补偿。简而言之，这10枚筑基丹就是莲火宗的试验品，寻找10位小白鼠付费试药。啊！筑基丹，竟然真的是筑基丹！道徒有望，这一次筑基丹我势在必得。如果换成其他丹药，恐怕莲火宗给钱补贴都没人敢要。但筑基丹不一样，只要资质不是太差，也别选择长春宫这种逆天功法。绝大部分人安稳消耗时间，几十年下来也能修炼到炼气圆满。但唯有天纵之才，才能在不依靠外力的作用，凭借自身突破瓶颈，完成筑基。更多的绝大部分修士都只能依仗筑基丹。但不入宗派，想要拿到筑基丹千难万难，这就导致卡在了最后这一步。苦苦等待筑基丹的炼气圆满散修们数量极多，哪怕是有缺陷的筑基丹，哪怕还要付费试药，这些炼气圆满的修士估计都能抢破头。还有几天时间，随着消息的传播，到时候人肯定更多。筑基丹啊，哪个炼气修士不想要呢？我修炼的是长春宫，可无瓶颈直接冲破关卡，哪怕是筑基，也比其他修士容易几10倍，也能大大提升无丹药辅助就能完成筑基的概率。若是有机会拿到手，当然不能放过。但若是强求不得，最多在炼气圆满耗个几10年。筑基丹的现身必定引来狂风骇浪，若是贸然闯入其中，危险性极强，还是不要冒这个险。我原本的资质，依靠自身想要筑基当然是极难，但现在手握气血武道，若是修成龙象五转，以地阶中品上品乃至是天阶体质，未尝没有机会完成筑基。更何况大宋那边还有更高层的天级功法，我的未来一片广阔，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卷入风浪之中。不过拍卖会上或许还有其他好东西，1枚灵石的报名费，开开眼界也不错。这剑法不错。苏先生，苏先生，你终于回来了。我这剑法真的可以吗？这段时间你不在，都没有指点我练功，许多地方我都不懂。行，我指点。我指点就是，再过几年，任孝渊、王玉宁这些先天，你也能一战。乖乖站好，张嘴。1枚赤阳丹，就当是杨家先祖那部手札的回礼。我身上好烫。按照我的指引，感受玉龙剑法的周天循环。赤阳丹的药力还是太霸道了，如果不是我亲自出手镇压，换成其余人恐怕早就爆体而亡。
虽然这一枚赤阳丹完全吸收，足以让他武道修为往前迈进一大步，但想要成为我在大宋世界的势力代言人，后天武者远远不够。修炼气血武道的武者，能达到先天境界的，无一不是人中龙凤。先天的气血强度就限制了许多人练武的资格，就算勉强练武，辅以众多珍贵丹药，最终的成就也极其有限。人体脆弱，难以承受药力带来的气血日夜冲刷，所以气血武道在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是少数人才能修炼。掌握的力量，哪怕杨婉容身为杨家子弟，先祖父未曾出过宗师境强者，父兄皆为先天，也没有引领他走上武道之路。天生体魄孱弱，气血不足，强行练武，耗费10几年光阴，也难以修炼到后天极致，更是无法继续气血冲击先天。唯有借用外力，超越这个世界既定规则的外力，才能够让他挣脱束缚。好了，今天先到此为止。这几天你就自己好好消化一下。玉龙剑法不错，好好修炼，先天之境指日可待。如果不需要考虑以后，只需要强行灌赤阳丹，今天就把它推进先天境也不成问题。任何的反噬都能够用灵力镇压，但如此一来，他的根基就彻底废了，再无半点提升的可能。我会的。哼，不过有些老鼠可不能光看戏不买票啊！什么人？应该是老鼠或者猫头鹰什么的。这宅子年久失修，什么东西都可能蹦出来。今晚就不用管了，早点休息，明天接着起来练功。老鼠？不像啊。苏先生匆忙归来，肯定是累了。我这就让厨房去准备饭菜。不必了。待到饭后，我再烧水给苏先生泡脚。好。我活下来了。本以为除了大禅寺，大宋武林也就西向门、齐玄关那些精英弟子值得入眼，其余人士皆为土鸡瓦狗，不值一提。没想到刚来玉溪就能遇上这等恐怖强者，只看了一眼尸体就死了。刚才他绝对是发现我了。我练武这么多年，付出无数血汗，经历千辛万苦，才博得如今内门弟子的身份。先天距离圆满不过一步之遥，甚至再熬10几年都有望宗师，如此无量前途。我不能跟师弟一样悄无声息地死在角落里，慢慢腐烂，化作枯骨。大好的人生还没来得及享受，我怎么能死在这种地方？那个人绝对是宗师。他肯定发现了我的存在，既然出手杀了法月，没有对我动手，肯定是觉得我还有用。若是就这样匆匆逃走，或许下场跟法月一样。所以，我现在不能动，一动肯定会死。只要能活下来，只要能活下来。聪明的选择。我多谢前辈不杀之恩。不着急谢，我还没答应呢。不如先说说，我不杀你能有什么好处？杨府之内，我可是布下了一座隔断阵法，可进不可出。贸然闯出去的活物，无论是蚊虫、老鼠还是先天武者，都只有死路一条。这原本只是修仙者在野外搭建营地布置的驱虫手段，但在大宋世界，就是恐怖绝伦的杀阵。一切任由前辈吩咐，无论何事，法商都不敢有任何异心。很自觉，那把你所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大禅寺的宗师强弱，
此行针对我又派出来哪些高手？本来想着随便聊几句也顺手宰了，免得留下祸根，但现在看来倒是还有点用处。如同墨染那种层次的，西厢门至少还有2个，大禅寺应该也不会少。这些宗师若是一窝蜂涌过来，我恐怕也挡不住。虽然可以随时抽身走人，以修仙者的手段遮掩行踪，谁都抓不到我的踪迹，但现在想的是扶持杨婉容，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以便收集更多功法，反哺仙道修行。这才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核心目标。武道宗师每一位都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战绩早就传遍天下，无人不知。归禀前辈，大禅寺4大首座高高在上，再往下的还有礼佛殿的12位大师，皆为宗师，强弱不等，大部分都多年不曾出手。加起来至少16位宗师，不愧是3大宗派之一。如果古一鸣算是宗师垫底，墨染算是顶尖高手，这些礼佛殿的12位宗师取中位数，加起来也等同6位墨染，加上原来的4大首座，压力有点大呀。脱身没有问题，但想要保住杨家基业，甚至保住杨婉容都有些难度。所以这一趟来了几位宗师。什么宗师？云溪城潜入了几位大禅寺的宗师，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没有宗师啊，只有我与法月前来处理此事，只是一个外门行走被杀了。如果不是我跟法月恰巧就在附近州郡，也不会被调过来处理此事。按照大禅寺的规矩，这种事情通常是内门随便一个真传过来就行。对了，我现在还是用苏璇的身份，跟那位灭妖司通缉的苏锦可是没有半毛钱关系，自然也不会将碾压古一鸣的战绩放在我身上。怪不得。也有一位宗师，明智石伯驻守在临风郡，我们2人前来此地已经事先通报，若是长期没有回复他定然会来探查。礼佛殿的12位宗师就这样随便安置在西向门的地盘？明智师伯并未入礼佛殿。宗师未入礼佛殿，详细说说。4大首座共同执掌大禅寺，一切戒律法规都是出自首座口谕，只是4位首座常年闭关潜修，最近一次现身动手，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情，极少显露人前。绝大部分事务都是礼佛殿的12宗师出面解决，例如大禅寺与外界的诸多纠纷，最多一次触动了半数礼佛殿宗师，但也不曾惊动首座。4大首座之下就是礼佛殿，并非大禅寺只有16位宗师，而是礼佛殿只有12个位置，而在礼佛殿往下则是护法殿。任何修成宗师有未入礼佛殿的宗师都会列入此殿，享受大禅寺供养修炼资源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大禅寺的众多任务。这些人通常被称之为护法。目前大禅寺的护法有30余人，除了部分留守大禅寺，其余半数都分布在大宋39州郡，维护大禅寺在寺外的产业利益。这样算下来，就算去掉隐藏在暗地里的宗师，光是摆在明面上，大禅寺就有接近50位。大禅寺位于西元州，整个大朔郡都是大禅寺的封地，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寺中供养僧人数万，皆为精挑细选的武僧，以佛法诛杀妖魔，数百年积累下来，有50位宗师也很正常。整个军都都是封地，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封建王朝哪里容许有人分裂疆土？不过这里的气血武道虽然不如仙道昌盛，但也是能铸造出宗师这种相比于凡人而言犹如神魔的强大个体。王朝君主若是无法镇压四方，分出一些土地，似乎也很正常。你那位明智师伯实力如何？明智师伯在护法殿中位列第12位。护法殿的排名次序并非单纯按照武功强弱，而是以功绩、资历核对，最终由礼佛殿的宗师们议定。当然，武功高低也有影响。也就是说，礼佛殿的那些宗师说他第几名就第几名，这样排名哪还有公信力？
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啊！是的，小僧也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公平。你可知镇魔司的古一鸣宗师？古宗师出自西象门，为抗击妖魔做出众多贡献，威名显赫，如雷贯耳。哼，别吹了，你就说他跟那位明智师伯比起来，谁强谁弱？明智师伯恰巧在3年前与古宗师切磋，据说是遗憾落败。这为什么明智连古一鸣都打不过？管他遗憾落败还是惨败，输就是输。这种人物对我半点威胁也没有。但话说回来，若是真的有威胁，我之前去灵风郡安置纳美卵的时候就应该感觉到才对。我从长宁城走出来，第一个见到的宗师是墨染，将宗师的标准提升到这个层次定义，还以为大宋世界这样的宗师满地皆是。但现在看来，古一鸣或许还不是垫底的那一批，评级可能在宗师里面属于中下层次，全力拼杀恐怕连炼气中期都打不过。算了算了，给一群略微胜过炼气中期的废物搞什么定位？反正来多少都是一招秒的命，根本没必要在乎太多。至于你，哼，表面看起来敦厚老实，在生死面前一转眼就把自己的师门卖得干干净净，卖得好啊！前辈别杀我！杀你做什么？送你一场大机缘。哼，忍着。怎么回事？我的持法之轮经，很好，没浪费我的药。大禅寺数百年积累，寺内供养上千名仙天，比起护法殿的宗师，我们这些真传弟子更是劳碌。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奔波在外，为大禅寺的利益东奔西走。我们这些人在大禅寺眼中不过是随手可起的走狗，无论是秘药还是功法，都只是无关紧要的边角料。我苦修的持法之轮经虽为第几，但修行缓慢不说，还只传了前面部分法诀，后面高深部分还要用功技换取。10几年间，我耗费无数精力，也不过换到了下一层的心法内容。再往下，恐怕还要再花10年。我本以为宗师之路遥遥无期，没想到今日竟然突破瓶颈，宗师有望。替我办事，我助你突破宗师。愿为前辈赴死。一枚赤阳丹就能突破瓶颈，后面只需要多花一些，宗师之境应该也不难。既然已经确定了要将杨婉容扶持起来，打造一个自己在大宋世界的势力，那么除了代理人，还需要更多的助力。杨婉容还没成长起来，就只能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帮她先把根基打好。唉，来到这个世界还是劳碌命。苏先生，这位是大禅寺的弟子。大禅贼子，竟然敢找上门来！这剑法不简单。有本事别躲！苏先生，这是……你就全力出手，也好让婉容看看你的实力如何。杨婉容虽然这段时间实战不少，但终究是基础不行，经验太差，还是要在魔力才能担当重任。
大宋世界灵气稀薄，修炼仙道得不偿失。这段时间，我都是将精力放在气血武道上面。龙象五转需要靠时间慢慢磨，邪道速成之法皆有隐患，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这部清月剑名为剑法，实为刺杀之法。如果能依靠这部功法踏入宗师，修仙者一身精血都充斥着灵力。如果以这些血凝练出真血，会是什么模样？承让了。好了，到此为止。苏先生，既然你们都交过手了，也算是互相对彼此有个了解，日后办事也更方便些。婉容，以后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交代法商去办就行。交给他？他可是大禅寺的人。杨姑娘，日后有任何事情，尽管吩咐。苏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可是大禅寺的人。大禅寺已是过往，今日起可叫我苏家本名夏侯商。你这是叛出大禅寺了？经苏先生点化，今日方知我是我，并非再是大禅寺之人。那种暗无天日的地方，夏侯商宁死不再回去。那如果我让你去杀大禅寺的人呢？苏先生已经吩咐过，日后只要是杨姑娘的命令，无论是谁，我都格杀勿论。苏先生，我好像遇到风和尚了。我既然都已经说了，你照办就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让法商去办，包括杀大禅寺之人，只要你愿意，并且想清楚后果，百无禁忌，万事皆允。好大的口气！苏贤，你真的以为自己无法无天了？法商，你竟敢背叛大禅寺，就不怕护法殿的宗师们出手擒拿镇压吗？法清，你怎么会来这里？哼，我当然在这里，怪不得法月一整晚都没有回信，原来是你跟这个妖人暗中勾结，残杀寺中弟子。我与法月相识10余年，情同手足，没想到竟然死在你这个卑鄙小人手里。要不是我有事正巧路过云溪城，还要被你蒙在鼓里。我倒是想起来了，任啸渊还在寺中之时，他带过的弟子里面就有你。你还有脸提任师兄？任师兄对我恩重如山，今日我就要替他报仇雪恨。先把你废了，等候护法殿宗师处置。苏先生，您看如何处置？一个不留。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我给你一个痛快。死到临头还敢这么嚣张！死！你突破了！持法之轮经第一层需要耗费10年之功，而第二层需要苦修20年。但苏先生的造化之功，神仙手段，你们不懂。上路吧，苏先生，信不辱命。不错，把这些尸体处理掉吧。是。这就是投名状了，亲手杀掉大禅寺之人，也算是彻底倒向我这边，至少在几年内能值得信任。杀人在大宋之下属于极其严重的刑事案件，但仅限于普通凡俗之间的厮杀，武者并不在此列。武者之间的互相残杀虽然也违背宋律，但自宋皇以下，各级官员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潜规则被所有人遵循着，从数个朝代之前一直言传至今，也算是世界特色了。那位苏先生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又是几位大禅寺先天，石破天惊啊！那大禅寺还会不会派人来啊？还用问？必然会来。死了2个先天，
大禅寺会再派来10个、20个先天。若是真传先天解决不了，那么护法殿的宗师们就会亲自出手。在后面还有礼佛殿，还有4大首座。这就是所谓的天下3大宗派。除非他们彼此之间的纷争，或者是对上了朝廷，否则几百年来都是如此。只要他们认真起来动手，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抵抗。咦，那个人，光头、戒疤、僧衣，很像啊。这怎么回事？大禅寺的人在搬运大禅寺弟子的尸体？我没看错吧？啊，那是苏先生找来的人，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是苏先生？那没事了。那位苏轩传闻是宗师级，如今看来能轻易压服大禅寺的先天，确实是宗师无疑了。这等实力深不可测的人物，做什么都不奇怪。张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宗师的事情，不相似就别瞎打听。干活儿，都把嘴巴给我闭上。知道我怎么活到现在的吗？跟我同期入衙门的那些人，死的死，残的残，还有更多生死不知。只有我一直稳坐在供奉的位置上。在衙门办事，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抑制自己的好奇心。这就是权势？不，这是力量。拥有力量，就可以主宰他人的生死，而弱小者，生死皆在他人的一念之间。若是不想成为这些尸体的一员，不想死后如此狼狈地被人抬走，那就要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鞭痕入骨，这么深的伤口，不像是打斗厮杀砍出来的，更像是刑罚。这2人都是奴仆。是，这些人皆为大禅寺奴户，寺中数万僧人皆由西元州80万奴户供养。这些奴户除了耕作生产大禅寺所需，也会从他们当中挑选资质符合之人传授武功，收为仆役。我原本也有一些，但带着那些人行动不便，就全部让他们停在临风郡等候。80万奴户，我之前查过资料，大宋以及往前的历代朝廷早就废止了奴隶几百年，没想到大禅寺竟然还有奴户，并且还是80万户如此庞大的数目。结合封地与律法，这天下3大宗派更像是国中之国。你修炼的也是大禅寺的功法？地级功法持法至轮经，属下明日就将经文抄录献给苏先生。但这部功法我只掌握了前面3层，后续部分在寺中并未获得。如果没有养生功，那就不必了。那门功法虽然有一些护体的效果，但更多的还是追求攻击力，倾向破坏性的武学，对我而言毫无价值。如果是养生功，大禅寺中有一座长生殿，供奉的就是众多养生功。只是长生殿只有护法殿的宗师才能进入其中，我也只是偶然一次机会才能路过一趟，浅浅翻阅了几本，并未能记住内容。不妨，以后有机会，光明正大把原本都给带回来收藏。长生殿，长生好啊，还供奉着这么多养生功，简直就是为我准备的圣地。这种地方不去一趟，枉来此方世界了。地级的龙象五转已经给我带来如此庞大的增益，若是天级养生功修成之后，又是何等资质？但现在还不能操之过急，无论是西向门还是大禅寺，光是表面上镇守宗门的这些强者就不太好惹。以我目前一人之力，很难击溃重重守卫拿到这些东西。就算勉强能镇压那些人，万一他们狗急跳墙将功法焚毁，那就得不偿失了。与其冒险，还不如等后面修为精进，再光明正大撵过去。
来来来，拍卖会最新内部消息，一份10110，囊括所有精选拍品，信源可靠，时效崭新。现在购买还享受更新服务。拍卖会的贵宾坐席，正中前排，可近距离观赏拍品，数量有限，仅此一份。承接贷款，抵押业务，诚信可靠，当场放款。随着拍卖会的临近，苍林镇变得更加热闹繁忙，来往的修士络绎不绝。除了常见的散修，还有许多宗派修士也进入这座仙坊，但更多的是坑蒙拐骗的奸商们。这些奸商正在打着拍卖会的旗号疯狂冲业绩，散修积蓄寥寥无几，反而被坑的比较少。这些奸商大部分瞄准的都是那些宗派修士，越年轻越好，越高傲越是飞扬。但无论如何，这届拍卖会的声势已经起来了，连小狐狸都在不断传讯过来询问，还有没有适合的物件能出手。更是悔恨先前那批妖兽肉，如果压到现在再卖，价格上涨5成轻轻松松，但这种心态迟早翻车。不赚最后一分钱，不压最后一注筹码，细水长流才是能苟到天长地久的唯一道路。江氏商行那边也传来了消息，他们商行也力推好几件拍品，特意邀请我帮衬抬价。随手送个人情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抬价很多时候也会把自己抬到坑里去。以往这么被人算计的修士也不在少数，许多血淋淋的例子都在警示着后人。但对比这些注定风波四起的拍卖会，我更想要的是前往其余修仙大城，享受更高层次的聚灵阵。这里的灵气已经无法满足我的需求了。请出示入场函。莲火宗的人，莲火、云阳、巨阙这3家宗门就是苍林镇幕后最大的3家股东，各自都有筑级修士驻扎在镇内，执掌方式商务流通。目前拍卖会的规模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人来这里维持秩序也很正常，但只是来维持秩序吗？下一个，都是炼气修士，不过筑基如果以秘法掩盖自身存在，哪怕我的神识远超同阶，也很难察觉到他们的存在，除非近身，以气血感应气机所在，随后等等，我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在大宋待久了，整个人都飘了，动不动就想着越阶杀敌，完全不符合我稳字当头的行事作风。看来还是得接着修身养性。这件断魂箫乃是出自炼气大师田前辈之手，善幻音之道，可迷乱炼气层次的对手，是一件极其难得的范围干扰控制类法器。田前辈念及诸位道友修行不易，今日特意设置了极低的起拍价，只需10枚灵石。那边已经有道友出价20灵石，20灵石，还有没有更高的？接下来是第27件拍品，来自智德器坊的7星宝书，材质精绝，质地优良。按照一贯的流程，都是留在后面的越来越珍贵，压轴品都可能远超期望值。这些拍品每一件都引起众多修士的激烈争夺，品质之高，甚至有些超出炼气修士所能驾驭的范畴，被那在场的几位筑级大修收入囊中。接下来是一件修炼功法长春宫筑基篇法诀，竟然是长春宫，起拍价80灵石。第3次，有没有人出价？我要了。这几乎是最便宜的筑基期功法，但大部分修士寿元耗尽，都不一定能修炼到筑基中期，太过鸡肋。
现在拍下来也不大可能引人瞩目，并且机会难得，不能错过。更何况后面应该很快会出现其他好东西，也能帮我遮掩一些。长春宫筑基篇到手了，这下后续的功法不用愁了。接下来这件拍品有些特殊，请诸位注意了。人猿丹起拍价100石。人猿丹，我出500石。滚开！谁都别跟我抢，我出1000。你算老几？我出1500。2000石，老子把话放在这里，谁抢谁就是生死大仇。2100，我就抢了，你咬我呀！人猿丹地阶以下的资质可提升1品，这对于许多先天资质受限的修士而言，简直就是逆天改命的神丹。据传说还有效力更强的地元丹，但那东西太过高端，如果出现，恐怕金丹强者都会来争抢。现在已经3000石了，还有没有更高的？3500，我看到了左边这位道友，4500，5000石，5200。这价格涨得太疯狂了，若我的气血武道被人发现，恐怕也会变成这枚丹药一样，被无数人争抢分割。恭喜这位道友，最终以5800枚灵石的价格拍下人猿丹。这么高的价格，这人显然是筑基大修，但还是很多人盯着。提升资质逆天改命的神丹，恐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这人猿丹我赵英权取走了，谁想要来抢，尽管跟过来。赵应权，竟然是他！曾经一人独占5名筑基的赵英权，战力彪悍，人猿丹落在他手上，恐怕无人能夺。哼，也不一定。鸟卫十王，这么多人盯着呢，赵应权的名字也镇不住这么多人。筑基与炼器之间犹如天壤之别，这些炼器修士竟然还敢插手其中。如果不是有所依仗，那就是不知死活，宁死也要抢这一道机缘，太拼了。这位竞拍到人猿丹的赵英权，离开八方馆的庇护范围后，必定会遭到围杀。还好这枚人猿丹对我来说一文不值，甚至后面的地元丹、天元丹，随着武道修行提升资质，或许全都用不上。接下来是出自云海宗的法器，只可惜我手上只有1000多灵石。看起来身家富裕，实则在这竞拍场中根本抢不过那些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积累的修士。这些人出价太疯狂了，随便一件好东西都能把价格抬上天，也不知道多少坨在里面浑水摸鱼。算了算了，还是等修为提升上来再说。我还准备等到了南明城之后，在那边选购一套位于灵气节点上的住宅，以提升修行的速度。传说那座修仙者聚居所住的城池，布置阵法抽取方圆千里灵脉，阵中有成千上万个节点，在节点位置上灵气更加充裕。但那些位置的住宅价格昂贵，我手上这点灵石还远远不够。苏道友，找了你好久。你也出手拍了一些？只是帮一些不方便露脸的朋友们代购啦。封禁符箓，可隔绝神识，且还有传讯符可以随时出价。这包厢的售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随便一间也是要20枚灵石。这么贵，你竟然玩得起？这是某位贵人开的，我只是蹭一蹭。你之前放在我这里预售的那些妖兽肉，已经跟客户谈妥了价格，除去其他费用，归你的部分一共是2000灵石，检查一下吧。就这么给我了？我的货可还没交到你手上。若是苏道友觉得过意不去，也可以退回给我一些，我不介意的。我介意，并且既然已经明码标价，我让利很多了。
拿着这份阴阳印气符到苍林镇西街万重楼12号仓。不过你就这么相信我，不怕我把东西卷走了？阴阳印气符，万重楼的仓储服务，只要印记能对上，就能解封其中储藏之物。这东西我记得很贵啊。苏道友出手还真是大方，就是不知道苏道友准备了多少货物，不会让我亏本吧？来之前我粗略估算过，总价肯定是超过了2000灵石。在商言商，但是更多的还是要看人嘛。我肯定是相信苏道友的，出了问题只能算我遇人不淑。哎，苏道友不会这么坑我吧？正好我跟云阳宗的几位执法长老还有些交情，跟一位巨阡门的弟子也是熟识。如果出了问题，我也只能灰溜溜找人哭诉了。你慢慢哭，我先走了。这是在给我晾后台呢。反正仓库里面那批货肯定是超出交易价值的。这种交易比起传统的模式，我虽然亏损更多，但胜在风险较低，有事儿也牵连不到我身上。哎，马上就是猪鸡蛋的拍卖环节了，苏道友不想看看？不看。这东西注定比人猿丹还要火热，并且先不说拍到手的风险有多大，光是价值恐怕能把我的家底儿掏空。并且我若是一直用长春宫修炼，甚至都可能用不上猪鸡蛋，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自从拍卖会开场至今，就有人在周边或明或暗守着，一道道神识肆无忌惮地盯着出入拍卖会的每一个人。会场内有他们的内应，任何竞拍到高价值物品的修士都会被录下影像，传递到会馆之外。也就是门口有莲火宗的修士盯着，这些人才不敢太过肆意妄为，否则在那些修士刚出门的时候，恐怕就有人忍不住要动手了。苍林镇的是3大宗门一起维护秩序，但有些规矩无论是在明面上还是在暗地里，针对的都是一小部分人，更多的人并不在此列。炼气后期的修为，拍的还只是长春宫的筑基品，又臭又硬，还没几分油水，这赔本买卖不能干。哼，长春宫这东西白送给我都不要。长春宫的筑基篇，在这些至少也是炼气后期的修士眼中，实在是没有太多吸引力。这东西许多宗门都藏着抄录本，价值不大，但竟然还有2个人跟上来，这是盯上了长春宫的筑基篇，还是冲着其他事情而来？算了，引出去解决掉，免得拖的时间越长越显眼。都是炼气后期，没有筑基，可以考虑一口气解决掉。2位跟了我那么久，有事儿？这2人身形干瘦，气息英质，甚至同根同源，显然是修行同一部邪法的师兄弟。这修仙界数不清的诡异手段，能不动手还是不动手比较好。东西交出来，我们可以留你一条命。你是要长春宫的筑基篇？如果2位也是修炼长春宫的同道，借与你们抄录一篇也无妨。什么狗屁长春宫！别给道爷耍心眼儿，灵石都交出来！灵石？什么灵石？实不相瞒，我购置这部长春宫的筑基篇已经花光了积蓄，还有10几枚灵石是托人借的。我这个年纪的散修，哪怕是炼气后期，只要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积累，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穷的叮当响。这个理由说出去，大半个苍林镇的修士都深信不疑吧。妈的，还想诓我们！要不是道爷手上的宝应灵显盘能寻觅天下灵石，还真被你骗过了。闭嘴，别废话，先弄死他！
宝应灵显盘，寻觅天下灵石，还有这种奇物。千机木，定山龙，千机木，一个刚刚突破的炼气后期，竟然还有这种手段！点子扎手啊！不要保留，用法器。剑气符2张异美灵石，一共80张，每一张都等同炼气中期修士的全力一击。此时就是80位炼气中期的合力围杀，用在你们身上也不算浪费了。80张剑气符，哪来的疯子？避不开，只能硬扛。白骨壁垒！怎么可能？白骨壁垒可是连练习后期全力一击都能挡住的防御秘术，又怎么可能被区区剑气符洞穿？哼，我这柄太乙青木剑以1000年桃木为鞘，融入一枚荡魔玄玉，恰好克制白骨之法。你竟然还有余力控制另一件法器！正常来说，修士每维持一门法诀、一件法器、一枚符箓，都需要消耗不等的灵力，极少有人敢同时驾驭2道法诀或是法器，并且这还关系到神识负荷的问题。但长春宫修出来的灵力充沛，远超同阶，就是这么任性。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吧？修仙界中装死替身的手段实在太多，防不胜防。想要避免阴沟里翻船，就要做好万全准备。好好上路，下辈子好好做人，别干坏事儿。修士的尸骸虽然比起凡人坚韧了不少，但炼气期终究只是凡躯，并未脱离传统意义上生命体的范畴，烧起来也是挺快。这些储物袋跟其余物品都没有印记，大概率是不知道从哪个山沟里闯出来的散修。不过稳妥起见，还是要先避一避。秦道友，前几天你找上门来，我实在有些忙，脱不开身。今日匆匆赶来，也不知道你这月光草是否还需要除虫业务。哎，居然是苏道友！苏道友百忙之中还赶来一趟，感激不尽啊！我这月光草深受虫害，眼看着就要枯死了，我这几日连打坐吐息都心神不宁，就麻烦苏道友出手了。我这些月光草啊，之前还好好的，自从上个月之后，一场阴雨就开始逐日衰弱，一直到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哎，这可花了我50枚灵石啊！草木本身没有问题，但根须部位却被啃食，所以也是虫啊。阴雨过后虫灾爆发也属正常，我先看看吧。啊，那就麻烦苏道友了。不必客气，分内之事。我跑了100里路来这里，当然不是专程为了赚这点灭虫的费用，而是找一个稳妥点的地方坐下来休息，恢复灵力的同时，清点这一趟反杀的收获。若是待在原地，可能会遭遇那些人的同伙前来支援。身处野外，又难免有其余意外出现，干脆就借着灭虫的名义，顺手来这里接一个业务。这3个储物袋
光是灵石就有700多枚，还有2部御剑法诀，全都是主修功法，但品阶不高，只适用于炼气期。上面还有防止2次泄露的禁制，也就是说，只要感悟1次其中精义，这道御剑就会自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有的是炼气的灵材，有的是没有贴标签的丹药，种类繁多，宝器诀都无法彻底分辨，鸡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着也没用，又不能乱用，干脆烧了。至于法器，2件都有宝器诀鉴定过，一件是白骨玉，可注入灵力，唤出等同宿主7成修为的白骨傀儡，傀儡还附带有功法法诀，战斗力极其强悍。不过那2人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被我秒了。如果释放，胜负犹未可知。底牌这种东西，能找到机会用出来才算牌，到死都用不出来，那就是一叠废纸。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古人诚不欺我，免得哪天阴沟里翻船，死得不明不白。这就是那邪修口中的宝印灵显盘。根据宝器诀解析的结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寻觅灵石踪迹，哪怕是放置在储物袋内，只要没有秘法禁止隔绝，这个宝印灵显盘就能感应方位。这简直就是杀人越货的上等法器。也不知道那2人凭借着这个宝印灵显盘劫杀了多少修士。只可惜2人居住的洞府无从得知，否则那里藏匿的灵石肯定更多。算了，能反杀夺宝已是幸事，不能奢求太多。毒虫附生这种事情，随便一个稍微专业些的除虫师就能看得出来，但至今无人解决。大概是毒虫与月光草几乎纠缠为一体，想要除虫，就免不得会伤及月光草，大概率会连月光草一起连根斩断。如此一来，虫倒是除掉了，但这些月光草恐怕能活下来的也寥寥无几。灭虫的手段修士从来不缺，但灵芝虫类最烦人的一点，就是它们能够与灵芝本身深度结合，寄生甚至是与这些灵芝共生。想要除虫，大部分时候就要伤到灵芝本身。其余灵芝还好说，月光草这种极其脆弱的灵芝，平时小心看护，以阵法调节灵气风雨都有可能夭折。这等娇弱之物，如果用上寻常的灭虫手段，恐怕这一亩月光草一株都活不下来。月光草生长艰难，10年生根10年长草，叶片部位可炼丹，提升炼气筑基境界丹药的炼丹成功率。根据丹药的种类不同，有1成到3成左右的提升概率。这种东西对于炼丹师来说几乎是必备之物，加上炼气筑基期的各类丹药需求量极大，这些月光草的市场规模也极其庞大。这片月光草地大概也就能值2000多灵石，折扣种植的成本，20年精心养护，大概能赚到1000出头的灵石，也算是不错的生意。怪不得敢悬赏30枚灵石这么大手笔请人上门除虫。毒虫附生对于其他人而言是棘手的麻烦，通常用的就是水磨功夫，用灵力细微操控，一点点剥离生长在根须之内的毒虫。这一亩地可能要花1个半月的时间，怪不得没人接，耗费时间精力极大，还有失手的风险。幸好我这段时间在气血武道上面进展也不少，否则还真搞不定这些东西。龙象五转，给我起！气血武者近身之下，能以自身气血引动对手气血共鸣共振，从而扰乱对手气息，甚至破坏脏器，丧失战力，乃至是活活震死。但这种手段在动辄几百丈几十里交手的修仙界中毫无用处。
真正打起来，谁都不会让人靠近到这个距离，但用来对付虫子恰到好处。这片区域我已经布下迷魂阵，免得这等异象被人看到。虽然也不是什么特别异常的景象，毕竟血液的运用，许多修行法门都会涉及到，但能遮一些还是遮一些比较好，免得节外生枝。秦道友，幸不辱命，已经解决了。苏道友厉害呀！我接连找了好几位除虫师，都束手无策，没想到苏道友半天功夫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些毒虫，不愧是苍灵一地声名显赫的除虫师啊！分内之事而已，请道友过奖了。我也是来这里中转一下，洗脱嫌疑。从反杀那2名修士的事情中稍微摘出来，顺手赚30枚灵石，也算是意外之喜。我还要护养月光草，弥补这段时间的损耗，就不多留了。下次再与苏道友饮酒赏景。有缘再见。哇哦，40枚灵石，比之前定下的酬金还多了10枚，老板大气呀！就要入夜了，得赶紧回去才行。夜晚的荒野，也只有如同这座山谷庄园布置着某些特殊阵法才能安然度过。单独一人在外，无论是妖兽还是人类，都是极其危险的存在。如此强横的灵力震动，这是筑基。这是筑基境的修士在交手，并且还在往我这边靠过来。这是盯上我了，其中交手的一方故意将战斗往我这边引，试图将我卷入其中。哪怕是无关紧要的炼气修士，也能借用来破坏平衡。狗贼，留下丹方，束手就擒，否则让你形神俱灭！就你这点修为，想抓你爷爷？下辈子吧！该死，真的过来了！100张剑气符，共计50枚灵石。这下刚赚的钱全部贴上去，还不够。丹方就在这里，有命你就来取！敢碰我莲火宗的东西，你10条命都不够死！给我等着！有机会一定弄死你们！死！千机木！过来！这修为是筑基中期，甚至后期。不过现在气息薄弱，快要死了。前辈有何吩咐？没想到我天虚子纵横修仙界数10年，今日竟要死在这里。我死了无所谓，但这一身道统传承，几百年来攒下的家底，浪费在这儿也挺可惜的。既然在此处遇见，那么证明我们有缘。在我死后，我主修的功法直指金丹，你取走后抄录一份，至元河山天运真人的坟前烧毁祭拜即可。还有一份筑基丹的丹方，从莲火宗那些蠢货手上抢来，你也一并拿去变卖吧。直指金丹的主修功法，筑基丹方。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恐怕连金丹修士都会惊动。
如此破天富贵，触手可及，但能抑制贪欲，理智冷静。如果在50年前遇到，或许我还会收你为徒，但现在，化作我的血肉资粮吧！灵力风阵。这时，镇压了我的灵力。有形无色，清月剑。这怎么可能？清月剑，刺杀之剑，讲究蕴养气血，匿于周身。等到与人厮杀之时骤然爆发，攻其不备，一击致命。若是平时，哪怕是炼气修士也能轻易拉开距离躲避锋芒，但在咫尺之距陡然爆发，哪怕是筑基大修也避无可避。哼，你封了我的灵力，但气血还在。气血，气血！安心上路。储物袋是仙道法术制造而成，原理涉及到元婴乃至是化神层面。据说是什么空间介子，外壳脆弱，一旦破坏平衡，内部储物空间就会崩塌，藏匿在其中之物绝大部分都会被乱流撕毁，能保存下来的仅有10之1、2。这前后有数百枚灵石散落在四周，按照这个比例推测，这位自称天虚子的血修生前至少也是数千灵石的身家，这还不算各种奇珍异宝之物。只可惜筑基修士随身携带的储物袋大概率布置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陷阱，只能让空间乱流替我筛选一遍了。玉简，通常用于传功记载信息的玉简，再结合这人此前所说的话，难道这就是金丹功法？储物袋损毁时产生的空间乱流，足以将布置在上面的陷阱摧毁，危险性已经降到最低点。灵力、神识、气血3重感应探索，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倒是可以看看。莲火宗新丹法，这不是什么金丹主修功法，而是筑基丹方，莲火宗侍妾的筑基丹方。这是足以牵动众斗宗门的庞大利益，哪怕是金丹修士都要亲自下场争夺。一旦泄露消息，我这个接触者，哪怕将丹方双手封上，也绝对难逃一死。更何况修仙界有太多的手段让人生不如死，这下麻烦大了。内容已经记下，这东西绝对不能留下来，必须毁掉。送，翻遍整个苍灵镇，也要把丹方找出来。任何人敢知情不报，杀无赦。是。哎，听说了吗？莲火宗耗费几10年研制的新丹方竟然丢了。我三叔的小舅子的大姨的师兄就在莲火宗丹方当值。他说这丹方绕开了一味筑基主要，可以大幅度降低筑基丹的成本。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几轮测试，原本借着这次拍卖会想要找一些小白鼠做实验，没想到丹方转眼居然丢了。唉，莲火宗这次吃了个大亏，听说不仅丹方失窃，还被一群修士连夜杀上宗门。研制丹方的2位长老被刺，之后收录丹方的莲火宗藏经阁被扰乱，丹方记录被毁，紧接着是接触丹方的10余名修士尽数身死，最后才是拍卖会上根本不曾露脸的丹方玉简被劫。一连串的手段，直接是把莲火宗数10年来费尽心血的丹方研发给彻底摧毁了。如此紧密的手段，绝对不是单独1、2个势力能办到的。莲火宗这道丹方，大概是得罪了太多人呐。
哎，这次事情是闹大了。听说闭关多年的莲火宗主跟好几位金丹长老暴怒之下悍然出手，不管任何关系背景都被逐个严查。最终查出来，宗门内部10余名间谍内鬼，其中修为最高的是一位筑基后期的资深长老。我也听说莲火宗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找到了另外几个宗门接连打了好几场，甚至据说有金丹强者碰撞。哎呀，不是据说，是真的。刚才那位不就是金丹吗？都跑来苍林镇亲自调查了，还带了数10名筑基大修，满天乱飞。现在整个苍林所有筑基修士都被他们查过一遍，接下来恐怕动作只会更大。也是啊，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莲火宗绝对不会忍气吞声啊。丹方事件虽然没有直接引爆宗门战争，但镇上方市内许多产业都换了老板，显然是完成了一波利益互换。我这2个月连家门都没有踏出去一步，终日躲在家里修炼，甚至都不敢跨界前往大宋。几10位筑基大修遍布苍林内外，万一我跨界离开，消失后必定会被察觉异常，届时可能会更加麻烦。唉，虽然2个月过去，表面上风波平息，但还是有神识从街区扫过，几乎是一寸一寸翻着地面，甚至是渗入地下泥土，地毯式搜查。不过这么久都没人找到我身上，至少证明了那份丹方玉简上没有留下印记，否则早就被搜出来了。我甚至都做好了准备，一旦有修士上门，就立即跨界前往大宋世界，没有5、60年坚决不回来，哪怕因此丧失道途也在所不惜。没什么东西比我的性命更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是2个月了，镇上仍旧繁忙，热闹非凡。看起来已经不受丹方事件的影响，只是暗地里盯梢的人比之前要多了不少。江氏商行在拍卖会风波后也蛰伏了一段时间，因为一些货物问题多停留了2个月，启程的时间定在了下个月中旬。算算时间还有大半个月，我也不能表现得太过着急想要离开，多等一段时间也好，将被人注视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点，免得被那些金丹强者以不知名的手段搜查到我身上。毕竟是筑基丹方，这种东西利益牵扯极广，别说金丹，如果莲火宗有元婴老祖，找到线索恐怕也会亲自出手。还是先去大宋一趟。大宋世界，玉溪城。见过苏先生。苏县长，你回来了。好久不见。夏侯商实力还在提升，看来吃阳丹没白费。杨婉容身上气血澎湃，显然是武道修为大有进展，几乎要触碰后天圆满。地级功法搭配仙道丹药，就是强啊！苏先生神机妙算，今日归来，应该是察觉到了大禅寺的妖僧现身吧？他们已经在城中落脚，据我所查，有8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没有妄动。我怎么就神机妙算了？我所修炼的持法之轮经，如今踏足第2层境界。这大禅寺来的8人，虽然全都是先天，但有心算无心，只要苏先生下令，我立即将他们尽数斩杀。不急，先等等再说。几个先天而已，若有宗师上门，让他们直接找我就行。大禅寺先后在这里折损了几名先天，没道理继续让这些先天过来送人头，必定暗地里还藏着其余强者。往少了算，都有2、3位宗师才对。不过刚经历了与筑基修士的生死大战，大宋世界这些所谓的宗师，实在是提不起多少兴趣。墨染那种层次虽然有点威胁，但已经是3大宗派的顶级强者，再往上的大宗师渺渺无几，能让我碰上的概率，跟在修仙界迎面撞上元婴老祖一样，渺茫的可以忽略不计。对了，你已经接掌了天差武馆的产业？所有产业已经全盘接手，但只要苏先生开口，婉容必定全部。既然让你接掌，那就是你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是你的。
现在统计的产业价值，全部加起来可是价值上百万两。我知道，大宋世界利益对我而言有何用处？这些精英在修仙界如同粪土，花这么大力气把你扶起来，可不是为了捡这些垃圾。不过也需要帮我办一些事，请苏先生示下，宛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收集玉石，无论质地好坏，皆送入我房中。妖兽肉苍林镇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并且那边太过显眼，只能暂时避其锋芒。后续若是换个地方，这门生意倒是还能继续。妖兽肉也收集一些，无论品级高低，皆可一同入库。遵命。府衙那边几日前发来邀请，玉溪城主想要邀您赴宴，还有王家跟川联武馆那边也多次邀约，全都替我拒了。我这几天会留在府中静修，大禅寺那边若是来人，这些世俗的交际对我而言全然无用。若是邀约的是大宗师，还有几分兴趣，普通的先天毫无价值。哦，来了。谁来了？大禅寺名气名落，前来拜会苏先生。倒是没让我等太久。久闻苏先生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怪不得能杀我大禅寺之人。杀人偿命，我大禅寺的命，更是要你们10倍偿还。受死！你们说话这么大声，想要吓唬谁呢？神象贯日，神象贯日，这是大禅寺的地级功法神象经，据说在宗师境界都所向披靡。神象贯日，好大气的名字，但是你这模样似乎配不上啊。你竟然挡住了！我不信，邪魔外道，区区幻术能奈我何？再灌！如果就这点实力，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大禅寺就这点能耐？什么？竟然消失了！小心身后！好可怕的身法速度！哪怕是短距离突进天下无敌的剑道宗师，也不见得有这份神速。神象垒山！苏先生小心，这是神象经的杀招。这一招极其可怕，自现世以来不知打死了多少宗师。苏先生万一挡不住，我已经叛出大禅寺，要是苏先生死在这里，我就算有万般能耐，也逃不过大禅寺的追杀。这发生了什么？啊！大禅寺的宗师败了。你不是人，你是妖魔。打不过就只会骂人，这就是大禅寺高僧的武道。看来我高估你们了呀。不过既然认定我是妖魔，那么怎么还不上来降妖除魔呢？是不想，还是办不到？这身法太快了，也差不多玩够了吧？你这实力比起跪在地上的那位还要差一些。你到底是谁？苏璇，这个名字或许你没听过，但现在可以记住。后面大禅寺想要报复，尽管冲我来，无论是礼佛殿还是什么4大首座，我全接下了。如果报了本名，把西向门也招过来，短时间内麻烦肯定不会少，还是稳妥点比较好。邪魔外道，给我死！本来还想留你一命，但既然自己找死，那也怪不了我了。师弟，你……我刚才那一击的力道，只是能够把他的气血扰乱击溃，最多算受伤，保留行动能力是没问题的。
这老家伙居然自己逆转气血，硬生生把自己搞晕了。法商，把他抬走，等他醒来，让他抄录自己掌握的功法。我们这里不养废人。是。今天大禅寺2位宗师连夜杀入杨家，最终一死一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玉溪城。府衙、王家、川联武馆、诸多大大小小的世家武馆，全都派人来嘘寒问暖、送礼邀约，明里暗里打听着昨天的事情，甚至连周边的几个小城镇都有人过来。这件事情是闹大了呀！当然闹大了。玉溪城这小地方，多少年没有宗师踏足，好不容易来了2个。结果竟然是一死一囚，先生，究竟是何等层次的修为？不过这些礼物也不能乱收。如今大宋朝廷风雨飘摇，各地天灾不断，更有逃荒的难民揭竿而起，烽烟四起。这等乱世将近的世道，他们是想要攀上先生这棵大树，哪怕惹上大禅寺都在所不惜。他们就不怕大禅寺日后清算？大禅寺远在西元州，与玉溪城相隔数万里，再强又能如何？那位宗师现在尸体还没凉透呢，更何况我了解他们，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绝不会再有人来送死。那些宗师可是惜命的很。苏先生，这是明气禅师抄录的功法地藏金身，这是大禅寺诸多功法中极为特殊的一类，专注打磨自身躯壳，温养气血，所以不入品级，也常常被寺中僧人戏称为养生功。不过这部功法也只有护法殿的宗师才能修习，可见其珍贵性。不入品级的养生功，有意思。这部功法据传是大禅寺100年前一位高僧为根治疾病苦痛开创出来的一门异类功法，以气血助精身，修成1层即可百病不侵，第2层精神不朽，气血周天循环不止，第3层为最高境界，血肉不腐，精神永存。据说那位开创自法的高僧一生无病无伤，受尽作化之后，肉身还在大禅寺内保存着。无病无伤，能做到这一点，大禅寺那位高僧的修为认知都已经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只可惜还是未能突破寿元极限，无法超脱凡俗，区区100年就已经受尽作化。100年寿元还不够吗？对于凡人而言，100年确实很长，但仙道修行续命100年轻而易举，这等人物也是受世界限制才会早早陨落。若是换一个世界，以他的才情天赋，或许早早能攀登高峰，踏足金丹元婴，甚至长生不死都有可能。哦，对了，还有城里其余世家豪门的邀约。不必管他们，退下吧。不过这部地藏金身倒是挺有意思的，至少与此前的众多养生功都不太一样，并非一味温养气血，更多的是在于自身血肉躯壳的开发强化。气血强横，肉身孱弱，这才是这方世界气血武道最大的缺陷。如果将这方面补上，在正面搏杀中，宗师或许不逊色炼气后期的修士。这几天我寸步不出，专心研究这部地藏金身，没想到还有人上门。深夜来访，还请苏先生。这气血隐匿的手段倒是不凡，宗师之下无人能察觉。只可惜这种程度的隐匿，在我的神识审视下，犹如夜晚中的烛火，明晃晃在眼皮底下燃烧，想要假装看不见都难。没想到苏先生这么晚还未休息啊！你是什么人？这明明就是普通的房间，我怎么仿佛置身无间炼狱？只要一动，万物皆为杀机。不对劲，不对劲！啊，老夫五级盟执事赵扶风，贸然来访，还请苏先生恕罪。五级盟，天下三宗可没这个名号。不过来者是客，既然深夜到访，就送你一份礼物吧。
乱说！迷魂阵还是能用，只不过困住一位气血宗师，需要耗费的灵石有些大了。5枚灵石一个照面就消耗的差不多，看来这门阵法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捉到你了！这实力比起大禅寺2位宗师，倒是要稍强一些，只可惜也就这样了。进去吧。青椒见赵扶风，你来这里做什么？老夫闲来无事，过来逛逛。看样子是吃亏吃得很了。大禅寺的高僧看起来很有经验啊，也不知道比我先进来几天啊。这往日里难得一见的宗师，在苏先生面前一个接一个送到这里，这宗师是不要钱了吗？跟大白菜似的。苏先生，这人的身份已经查出来了。武道宗师皆是从生死磨砺中才能不断突破往前，除了极少数个例，绝大部分人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境界一次血战走上来的，几乎不存在默默无名的宗师。但还是花了3天时间才查清楚身份，这说明杨家的势力还是太浅薄了，哪怕有云溪城的诸多势力相助，也不上台面。赵扶风曾以青椒县的名号闯荡四方，成名于40年前。自20年前突破宗师之后，踪迹成谜，鲜少出现在江湖上。最后一次出现，是以五级盟的名义。这个5级盟又是什么？五级盟的资料，杨家与天煞武馆都不曾了解，所以来之前，我去了一趟王家，从王余年口中得知了一些五级盟的消息，尚未验证真伪。真假先不用管，先把知道的说一说就行。知道我击败大禅寺护法殿2位宗师的消息，还敢亲自闯进来，不是对自己的实力极富自信，就是背后的势力靠山给的底气。赵扶风虽然也是宗师修为，但还没到西向3宗的层次，所以更大的可能就是他背后这个所谓的5级盟。据情报所述，5级盟不立宗派，不收弟子，所有成员全是自愿加入，目的是聚敛天下武学，推演武道极限。这个组织神秘无比，江湖上只是流传着这些只言片语，并且按照王玉宁所言，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招收标准就是宗师，非宗师不得入内。以宗师为入门标准，好大的气魄！大宋世界，武道宗师从来都是高高在上，享受宗派供奉，只有极少数时间才需要自己动手。这个5级盟却是把宗师当成了最低入门标准。5级盟找上我，是要来替大禅寺找我报仇的。大禅寺？苏先生何出此言？我们大禅寺什么时候跟5级盟勾搭上了？我怎么不知道？那你一个成名多年的宗师高手，大半夜闯到我房间来，总不能是想要跟我秉烛夜谈？此事是老夫考虑不周，让苏先生误会了。老夫是奉盟主之命，邀请苏锦小友加入5级盟，任东海郡执事一职，共谋武道之极。邀请入盟？东海郡执事？天下多少人想要入盟而求而不得，这些年来被主动招收入盟的，无一不是名震八方的天才宗师。现在竟然来邀请这位，苏锦。既然知道我的身份，还敢找我入盟？我被大宋朝廷通缉的悬赏，此刻还挂在玉溪城门口呢，就不怕我反手把你们这个5级盟给毁了？灭妖司嚣张跋扈，杀了就杀了。更何况苏先生修为日渐高深，或许再过一段时日，朝廷自会撤销通缉。大宋世界，玉溪城。
自从苏先生出手击败大禅寺2大宗师后，西城府衙、王家、众多世家豪族以及其余势力，全都送来一份份大礼，试图跟苏先生攀上关系。此外，还有许多人上门来请求拜师，苏先生全都拒绝了，这是意料之中。但那些人找我拜师是什么鬼啊？我一个刚开始练武不过几个月的武道新人，怎么就有人拜师了？那当然是杨姑娘天资卓绝，练武数月就能达到这等成就，放眼整个大宋朝也屈指可数啊。练武几个月就练到后天圆满，这种恐怖的资质堪称逆天。哪怕有苏先生这位宗师的光环笼罩，传出去也足以震惊天下。这种天才人物突破先天是板上钉钉的，假以时日，又是一位宗师强者。能拜在这种人物门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破头啊！我有这么强？可是练武这几个月，除了一开始那些天煞武馆的弟子我还能打得过，后面的任孝渊、夏侯商，还有大禅寺那些人，前些天刚来的什么五级盟宗师，我都不是对手啊！杨姑娘，你口中的后面几位，那可都是宗师啊，那是寻常武人终生难得一遇的武道强者呀。你练武几个月就拿他们当对手，这目标是不是有点高了？拜师就算了，你现在三脚猫功夫还不适合。先生，见过苏先生。不过你若是有心，也可以重建清月门，广收门徒。重建清月门？苏先生，你说的是真的？我既然说了，那就是真的。筹备一下吧，最好就是这几天。修仙界那边，江华城的商队随时可能启程，我没有太多时间在这边耗。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解决隐患再说。哇，这清月门什么来头？竟然有先天强者亲自在门前迎客！哎，还有王家府衙武馆，这玉溪城的大势力都来啦。这清月门虽然刚开张，只有大猫小猫2、3只，但2位先天加上鄙人坐镇，还勉强看得过去吧。啊，差点忘了说，婉容资质愚钝，昨天接了外力，才勉强晋升先天。那女娃子我也见过，资质惨不忍睹，一身修为全都是外力相助。想要用外力晋升先天，普通的丹药毫无用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传说中的天地灵物。但那些东西极其珍贵，只藏在各大门派手里，往往100年都不曾现世一回。你竟然用在一个资质极差的小姑娘身上！苏先生好大的手笔啊！上古以来，天地灵物近乎断绝，所剩者无一不是极其珍贵之物。用在一位女娃子身上，这份魄力，老夫自愧不如啊！如果是用在老夫身上，或许这停滞10几年的武道还能再进一层。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罢了，能发挥的效用也没2位想的那么离谱。我倒是好奇，5级盟为什么会找上我？啊，且不论练武时长，仅是你这个年纪就能踏足宗师，就有资格进入盟。入盟有什么好处跟代价？我等聚集成盟，唯一的目的就是推演武道，主张资源共享，但一切全凭自愿，绝不强迫成员做任何事儿，没有权益，也没有责任。1年1度的会盟论武也并非强制，追逐人力极限，参悟武道真理，才是5级盟存在的意义与初衷。参悟武道极限，大宋世界的求道者吗？果然，无论哪个世界都有人倾尽一切追求真理。我倒是很想看看这个世界的道究竟是何物。哪怕我没有直接出面，有杨婉容跟夏侯商2位先天坐镇，也足以让清月门跻身玉溪城的1线势力。这几天已经招收了20名门徒弟子，这还是经历层层筛选，淘汰了大部分不符需求的人选之后，
保留的20余人。从即日起，你们就是清月门的弟子，入门者不可同门相残，欺师灭祖，欺凌弱小，若有违者，格杀勿论。是。这个世界的气血武道对修炼者的资质极其挑剔，如果没有我这种外来者的介入，基本上不存在逆天改命这种情况的出现。先天资质决定一切，所以清月门的招收标准也是依据传统，招揽的弟子里面有一半是世家子弟，以及各座武馆推选出来的天才弟子。大部分的武馆传承都极其粗略，哪怕有晋升先天的功法，也缺乏必要的传授条件。再天才的武者留在这种小流派里面也是徒耗时光，浪费天资。所以趁着清月门重建广收门徒的机会，才将这些埋没的天才武者收入囊中。入盟之事我答应了。武极盟欢迎苏先生的加入。我此行前来，盟里已经商议过了，东海郡执事之位就是给苏先生留下的。不过入盟之邀是副盟主叶前辈发出的，按照盟里的规矩，所有的入盟之人都需要孟盟主最后见一面。但孟盟主也是走个形式，只要是武道天赋卓绝之人，孟盟主从来不会拒绝。届时他应该回来见你一面。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我们武极盟的一切都是追寻武道更高境界，其余利益对我们而言都无关紧要，除了武道真理之外的一切，都只是作为武道晋升的助力资料例如这个东海郡执事的职位，就是负责庇护武极盟在东海郡的产业，供给盟中武者修炼，试验各种武道功法。这些产业都是入盟的武者自愿献出，为盟中的共有资产。你如果愿意履行职责，就可以拿到更多份额的资源供给。如果懒得折腾，也可以自愿放弃职位，少拿一些资源。那就恭候孟盟主驾临。如果他说的话都是真的，那位一手创立武极盟的孟无风，是现实屈指可数的几位武道大宗师。武道宗师的顶点，西向三宗之一的漠然我已经见过，武道大宗师是何等风姿，见识一下也不虚此行。另外，至于大禅寺的恩怨纠葛，武极盟从来都是持中立态度。他们若是找你报复，盟中也不会插手，这是孟盟主定下的规矩，请见谅。能理解，毕竟武极盟也是一个中立组织。杀了一个宗师，如果这都能轻易讲和，就不得不怀疑武极盟是盯上了我。那此间事了，老夫告辞。赵大侠，我还有一事相求。赵大侠，赵大侠！哎呀，走了，有缘再见。一位新晋宗师与大禅寺之间的血仇，我又不上，怎么可能再被牵扯进去？如果放了你，后面还会来找我报仇。放你离开也不是不可以，但与其你回头带着人找过来，我还得再出手杀了你，还不如直接在这里了断比较便捷。阿弥陀佛，冤冤相报何时了？施主着相了。大师，你这慈眉善目的模样，完全没了几天前打上门来的嚣张风范。看来铁拳比佛经更能让人平心静气。不过佛家基于解释权在你手上，这东西说不清的，我也懒得猜，还是送你上路吧。小僧此番回寺，必定闭关10年，寸步不出。孤灯徒臂浪费10年也不太好，清月门初见，不如大师留下来帮忙指点迷津。这不太好吧？确实不太好，那还是上路吧。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教化苍生乃是老僧的夙愿。大师是自愿的吧？我没逼你吧？没有，纯粹是自愿。就算寺中来人，我也绝不会改变决定。更何况苏先生大仁大义，又怎会做出强人所难之事呢？我是
身上气血枷锁解开了。既然大师表明了诚意，我也不是什么刻薄之人，当然有些东西能收回来，自然也能再送出去。这个道理大师懂吧？懂，我懂。之后10年，老僧一定为清月门竭力培养可塑之才。大师有这份心意就好。这身法竟然如此玄妙，来去了无痕，这等手段，哪怕在礼佛殿那些强者身上都见不到。难道是4大首座那个层次的强者？这位的容貌，哪怕驻颜有术，也绝对不会超过40岁。这等年纪就达到宗师境的顶点，简直不可思议。此间事了，也是时候解决苍灵的隐患了。距离拍卖会单方事件已经过去了接近半年，镇上一切如旧。此前掀起的风波表面上已经彻底平息，当然暗地里有多少暗流汹涌，就不是我所能探查到的。但无论是我自身修炼所需，还是彻底避开这里可能潜藏的危险，苍灵镇都不能再留了，必须尽快离开。苏道友，这边。经过漫长时间的准备，僵尸商行总算解决了所有问题。启程离开苍灵镇，就在今日。人都到齐了，穆前辈，可以启程了。启程吧。这里差不多有30来人，这位穆前辈应该就是3位筑基之一了。货物数量及体积过于庞大，缺乏足够的空间法器承载容纳，所以也只能用这种原始的手段运输，加大了危险性以及运输成本，所以才让修仙界许多重要物资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莲火宗的道友，我事先已经提交过申请，陈林长老也审批过了。审批那是手续的事儿，该走的流程还是不能少。可是，该怎么查就查吧。人员货物信息核对无误，没有违禁品，也无可疑人员，放行。总算放行了。既然通过了莲火宗的审查，那么从这里开始，就是正式离开苍岭。如果没有意外，5天后我们就能抵达南明城。身处荒野，还请诸位道友一定要小心谨慎，配合我们行动，千万不要贸然行事。绝大部分商队都不可能规规矩矩做生意，队伍里面夹带一些违禁品都是家常便饭之事。看来也是此前打点过关系。这里是虎月峡，行程预计200里，穿过此地，今夜我们在古道的另一端宿营休息。幸好那道预先早就被我毁了，否则按照莲火宗的手段，藏在储物袋中的很大概率暴露。届时除了返回大宋躲藏百年，再无脱身的手段。日后这种事情还是要慎之又慎，必须全盘考虑，不得有半点冒险侥幸的念头。不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如今离开苍岭，脱离身凡龙，从此修仙界之大任务遨游。苍岭，我穿越以来在这里待了3年，3年间挣扎求生，追逐道途，到现在不得已被迫离开。过往种种，今日之后就要化作云烟，再无半点遗留。为长生，陪明月，诸多故人，或许此生再难一见。离乡情仇，人之常情。苏道友应该是第一次离开自己常居之地，仙道漫漫，千百年眨眼而过，届时何处不是故土？说的也是，先定个小目标，活他个1000年。仙道坎坷，千万年后绝大部分人与物都将化作黄土，唯有长生方能不朽。第1天的行程非常平静与顺利，偶尔跳出来几只不长眼的妖兽，
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些炼气修士出手。坐镇队伍的3位筑基大修，隔着几百丈就把那些不长眼的妖兽给斩了，顺带连尸体都给卷走，一点残渣都不剩下。这里虽然是西南仙域，远离仙道昌盛的中域，妖兽横行，但怎么说也是在修士控制的聚居点附近，偶尔出没一些炼气妖兽都是意外之喜。那些盘踞着金丹层次大妖的区域早就被列为禁地，如同江氏商行这种队伍已经是把这片区域的余土倒背如流，尽可能避开所有风险。期间最危险的不过是遇见另一支队伍，对方同样有筑基大修坐镇，同样是3位筑基，双方隔着几百丈距离，远远感应着彼此的气息，之后默契的相互远离，没有更进一步交流的意向，之后互相交错离开。荒野上任何规矩道义都不复存在，只要能抹去对方存在的痕迹，杀人夺宝是极其正常的事情。维持秩序的只有力量。手谕阵法，请。离开苍林后的第1个夜晚，希望能安全度过。荒野上任何规矩道义都不复存在，只要能抹去对方存在的痕迹，杀人夺宝是极其正常的事情。维持秩序的只有力量。幸好这个江氏商行的队伍名誉极佳，也没有做出什么坐地起价的事情，一切照旧。手谕阵法已成，所有人不得擅自离开阵法范围，违令者杀无赦。手谕阵法，无论是苍灵阵还是其余修士定居点，都有阵法维系隔绝荒野，而手谕阵法就是那些阵法的简化版。阴灵、孽物，或者干脆就是魔修。荒野入夜后杀机遍布，夜晚是最危险的时刻，借助阵法固守营地才是最稳妥的措施。阴灵、孽物，那是什么？阴灵是生命体死后由于一些未知原因腐化的产物，可以简单将它们视作鬼怪，但本质复杂，3言2语讲不清。孽物则是比阴灵更危险。其余的部分以后你会知道的。不过放心，有些东西有阵法阻拦，只有极小概率会盯上我们。仙道知识并非免费共享，愿意提一嘴已经很不错了。再讲下去，那就是需要收费的内容。看来到了新地方，还得恶补一下这些修仙界的常识才行。况且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就算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没，也不敢乱。树枝，不对，小心！这里是荒原，百里不见一棵树木，又哪来的枯枝？这是哪位筑基大修布下的警示手段？别往前，收敛心神。我竟也被迷惑了，还好有定山炉。这件气王宗出品的制式镇压类型法器，大部分时候用于压制，但也有部分警示作用，特别是针对非人类修士。竟然已经来到这里，还有几步就走出阵法结界。如果不是定山炉跟那道钟声，走出阵法，后果不堪设想。这才一眨眼的功夫，这么多炼气修士就惨死当场。若是我也出了阵，恐怕下场好不到哪儿去。好厉害的阴灵术法！以我的护身法器，竟然也被迷惑着走出这么远。如果不是有筑基大修守护，恐怕再多的炼气修士也要覆灭在这里。所有人固守阵法，不得外出。这动静越来越大了，我们这是打赢了？哎，那头阴灵死了没有？阴灵已退远，看来是不想啃我们这些硬骨头。
多亏了3位前辈的出手。所有人谨守心神，不得散开。之后英灵随时可能再度来袭，守到天明。将士商行所属修士按照既定的阵法方位结阵守望。将士商行的修士气息相互勾连，站位极近，确保同伴出事第一时间就能反应过来。江华晨守在阵中，既是一起镇守阵法，也是盯着我们这些外来者，防止有人恶意破坏阵法。阴灵极其危险，每一头至少都是筑基层次，自带侵蚀领域，进入范围内的生灵都会被蛊惑，时间一长，从肉身到神识都会被腐化，炼气层次难以抵抗，必须借助阵法才能豁免。从此刻开始，一直到天明日出，还请诸位全部留在阵法之内，不要随意走动，免得还有其余阴灵来袭。刚入荒野的第1个夜晚就遇到这种东西，鬼知道后半夜还有什么。幸好有筑基大修守护，这笔钱给的不亏。阴灵虽然已经退去，但荒野上的灵气大部分都被污染，甚至现在还能感应到四周残留的阴冷气息。不过气血武道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竟然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不仅时刻警示自身身处环境的异常，并且还能过滤少许阴气对自身的侵蚀。虽然量级不大，但仍旧是发挥着一些作用。或许气血武道修炼到高深处，在一些特定环境里也能起到效果。荒野上意外常有，但也不会如此频繁。按照我们的经验，5天的路程，大部分时候只会遇见1次意外。某种意义上而言，接下来4天，我们大概率都不会有其余危险。但愿如此吧。